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M22 Photofacial。之前我已经制作过去东京的人气美容诊所打光子的视频反馈，缺乏专业的面诊以及模式化的操作，使得效果一般。偶然看到别的博主介绍的贵价 M22，竟然是我常去的银座美容医院。为了体验一下贵价的 M22跟我之前打的平价 M22到底有什么区别，所以我立马预约了这家银座医院非常有名的皮肤科医生大木。结果当然是没有来错，因为经过医生面诊之后，他发现我根本不适合做 M22，而这些在我之前做 M22的诊所完全没有提及。一直以来我所认为的暗沉问题，其实是跟我的压力跟作息不好有很大的关系的。但通过医生的面诊发现，原来他们不是普通的暗沉，而是干斑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黄褐斑。这点也再次印证了几个月前 Pola 小姐姐讲的，我的脸上有斑的隐患。在这之前，我一直都认为我两颊的这边的阴影是暗沉，可能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长痘痘留下的痘坑、色素沉淀有一定的关系，所以我之前非常种草 M22， 想通过它来改善我肤色的问题。但是很可惜，它就是斑里面最令人讨厌的黄褐斑，而黄褐斑是不能随意去做极光的，很有可能刺激到它，让它变得更加严重。听从了医生的建议，我做的是别的项目。而今天的主题是 M22， 既然我没有做 M22， 又如何来说贵价与平价的区别呢？其实就是我面诊之后觉得医生非常的专业，所以我立马推荐我的朋友来这家医院面诊，掌握好自己到底有哪些问题才好应对。而我朋友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是发红跟痘痘，所以他更加适合做 M22。我全程陪同他面诊，并且拍摄下他做 M22的整个过程。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专业皮肤科医生是如何来试打 M22 光子嫩肤的。如果你去做 M22的功课，一定会提到选哪一代机器，打多少发，多少能量，换多少滤光片。但实际上在我朋友跟医生交流的过程中，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问题。因为是专业的皮肤科医生，所以面诊就知道你的问题所在，该用什么样的滤光片，打多少发，打多重，这完全由医生来做决定。因为取得拍摄许可，我在旁边看得很清楚，滤光片的更换、脸部重点的处理，以及每一次施打的过程前都会告知现在是针对哪一个部分，比如泛红，比如痘痘。医院用的 M22 外观上看起来是第6代王者之冠，与第7代金色王者之星的区别就是少了一个非剥脱的1565点阵激光手具。而这家医院拥有包含最新的针对痘痘的 Acne 以及毛细血管扩张的 Vascular 两种强大的滤光片，它们都包含长短2个波段，更加精准深层浅层的问题，所以效果也更强。而且第6代是可以直接系统升级成 AOPT 第7代的，从机器屏幕上方有 A 的字样就可以证明它是 AOPT 超光子，所以从本质上它就是最新的设备。而蓝宝石导光板呢，也有3种不同的尺寸，特别适合像我朋友这样有局部的痘痘问题，很好的去匹配面部的凹凸不平，按照面积的大小去照射。施打前护士会处理面部的一些绒毛，虽然朋友是冷白皮，但是打完还是有变化的。与所有医院一样，医生会先打1发，确认能不能接受。护士在一旁涂抹凝胶，医生直接从另外一半脸开始操作，很好的避免了浪费顾客的时间。医生针对我朋友的面部问题，一共换了6次滤光片，因为存在泛红跟痘痘的问题， AOPT 特有的2个滤光片都用上了。之后3次滤光片全部都是局部的小头，精准的同时，我的朋友也反映这种会比较痛。好在很快结束之后，护士去除凝胶，真正专业的医生是可以做到一次看到效果的。在第2次面诊的时候呢，我也和医生表达我也好想做 M22 啊。医生很耐心的跟我说，先把皮肤调理好，这样你能考虑的东西就可以更多啊。要是在某些不负责任的医院，可能各种套餐都会塞给你。说白了， M22 是一个应对很多皮肤问题的专业仪器，非常适合日常保养。但是呢，对于一些特别棘手的问题呢，它又不是那么的深专，所以就需要更好的处理方案。面部肌肤的问题非常的复杂，一定要由专业的皮肤科医生
生来面诊判断，尤其像我现在面临的黄褐斑这个问题。总结一下贵价跟平价 M22 的区别吧。首先由医生判断你适不适合施打 M22， 并且在施打的过程中精准考量什么样的部位用什么样的滤光片，并且用什么样的能量去施打。其次，在施打的过程中，旁边一直有护士照顾你，包括不停地给你涂抹凝胶降温，它也可以处理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特殊状况。这样的服务肯定是会更好更安心的。医生的专业度、好的机器加好的手法缺一不可，再配合好的服务跟环境，这就是它贵的理由。好，以上就是关于 M22 的分享，可以给在东京想做光子嫩肤的小伙伴做一些参考。我现在目前在做的一个设备叫做 Elido， 它也是美国赛诺修公司出品的双波长激光，比较针对我的问题，可以促进胶原蛋白新生，改善肤质，是一款适合长期调理皮肤的仪器。后续我也会来反馈我使用几次之后的效果。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感兴趣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吧。感谢你的收看。